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赵，欢迎来到老赵说钱频道。今天我用问答的方式来回答基金实战中经常遇到的问题。为什么要投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？我们从复利的两个因素，时间和收益率来分析，在你有生之年，它是否还存在？大盘被动指数基金标普500已经存在了50年。虽然单个股票可以从标普500中消失，被替换掉，但在可期望的将来，标普500还将存在。标普500是美国市值最大的500家左右的优秀大公司，代表了80%的市场价值，可以代表整体美国的经济。我们再来看它收益能否达到我们的期望。大盘被动指数标普500长期历史收益率10%左右，扣除通货膨胀大概6%至7%左右。纳斯达克100是指市值最大的100家科技股指数，长期收益率更高，年化收益率近14%，远超我们最低需求7%。这样来看，大盘被动指数基金能让我们达到财务自由，而且还有一定的安全边际。我为什么不用投资顾问？一定要记住，这世界上没有人真心愿意为你赚钱，除了你自己。大多数投资顾问实际上是基金销售人员，他积极的帮你选股，其实是让你买他们的基金产品。这种产品通常费用较高，他们的利益和你相冲突。投资基金是风险自己承担，无论涨跌，你都要付给投资顾问费用。这就是著名投资人李路所说的信息剥削税，或者叫无知税。既然大多数投资顾问都无法打败大盘，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冤枉钱？另外，选人比选股更加困难，选择小于8%的能跑赢市场的基金经理更难。即使你找到了，也不能保证他以后能持续打败市场。你看一下木头姐的方舟基金就知道了。基金费用是我们一生除税费之外最大的开支。如果你的资产很多，基金费用很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开支。我以前公司做资产管理的同事曾经给我打电话，要帮我管理我的资产。他分析了我的投资情况，说我的投资水平能达到 top 5% 的水平了，但他还是想让我给他一小部分资产，让他来管理，费用大于1%，而且他的收益连标普500都跑不过。我很委婉的就拒绝了他，没必要花这种冤枉钱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自己的事业，没有时间管理你的资产，或没有兴趣学习投资理财知识，最好还是找一个投资顾问帮你打理。尽管你花了钱，收益很可能一般，也比你不懂乱投，亏光了本金要好得多。要不要投资目标退休基金？我从来不投，因为费用太高，它的费用率大于 0.5%，我一般不考虑。按退休年龄做资产分配太机械化，投资小白容易被忽悠。对于投资组合来说，如果你是年轻人，你退休还有20至30年时间，至少要把 90% 资产分配到股票基金上。如果你准备退休了，留5年左右的资产投资到相对稳定的债券和货币基金或者银行存款，其余全部投资股票基金。因为股票长期收益大于保守的债券和货币基金。我为什么主要投资先锋公司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？我退休账户约1/3的资产选择投资先锋公司的基金或 ETF。VFIX 先锋标普500指数基金，相对应的 ETF 是 VOO。VITIX 先锋信息技术指数基金，相对应的 ETF 是 VGT。VTSIX
先锋全美股票市场指数基金相对应的 ETF 是 VTI。因为先锋基金的特殊的基金管理架构，它所有的基金产品就是它的股东。你投资它的一个基金，你就是这个基金的股东。基金所有的收益除了开支外都归股东所有，所以它能够尽量的降低费用，使收益提高。相对于主动型基金，投资者只是他的客户，他要从你的资产上赚钱，除了各种开支外，还要为股东创造收益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费用普遍偏高，即使有些指数基金费用率小于 0.03%， 比先锋集团发行的基金还低，但我们要考虑总的花费是否更低。总体来说，先锋集团的长期投资低成本指数基金收益更稳定，更值得信赖。但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，投资美国的基金，收益或利息要交 30% 的所得税，死亡后要交 40% 的遗产税，这些税的因素也要考虑。对于大多数投资小白来说，为了不被别人割韭菜花冤枉钱，投资跟踪大盘被动指数基金或 ETF， 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就可以了。有些行业基金也可以考虑，比如消费、医疗，但是它的费用普遍要高，一定要综合考虑一下。只要耐心等待，不瞎折腾，你的投资水平就能超过 92% 以上的投资者，包括专业基金管理者。要想获得超越市场的超额收益，你必须学习投资知识，实践投资个股，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，自己的粮仓，让一只大耗子来管理，长期会怎样？你想想就明白了。请注意，虽然大盘被动指数基金能避开个股风险，但无法消除市场系统风险。当经济不好时，指数基金也大跌。如果你有基金投资上的任何问题和想法，请分享你的评论，我们来一起探讨。谢谢，拜拜。